嗨，大家好。今天出太阳的一个天气，大家知道我在哪里吗？我现在在英国伦敦，确切的说呢，是伦敦边上的一个 countryside。这个地方呢叫 Kent County， 中文应该叫肯特郡，是紧挨着伦敦第6区之外的一个地方。根据介绍呢，这边是一个非常宜居、优美的城市。而我所处的这个区呢，叫 Seven Oaks。昨天呢，我就是特地体验一下火车，搭了地铁转火车呢，来到了 Seven Oaks 这个火车站。我朋友专门到车站去接我但昨天黑麻麻的接了我以后呢，就去他经营的餐馆吃饭算是欢迎我的重访英伦再次到英国这个地方来走一走。但是一晃呢，就是很多年了，掐指一算，接近30个年头了。但是老朋友呢，这份友情还在想起接近30年前在伦敦就受到我这位朋友的照顾，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友谊我觉得很不容易，也非常的感恩。今天呢，我就早上睡了觉以后呢，出来走走。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肯特郡，这个 Seven Oaks 这个地方随便走走。虽然这些马路呢都并不宽广看上去这些房子也有些古老，但是呢，感觉还是有很多的绿地，而且是一些小的山坡上，大家呢把车就停到自己的门前，快一步就可以进到自己家里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在朋友家楼下的客房一般这边的房子你看都是2层楼的，在这样2层楼的房子底下这一层呢，一般都是客厅、厨房、洗衣房，当然也包括连着的车库。另外呢，一般我相信都会有一间客房，让访问自己的亲友尤其是年长的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楼下的客房，设施呢都非常的齐全我今天呢就是随意的熟悉一下情况，就在这个边上走走。到底哪是哪呢？我也说不清。就是看看这个环境，我就感觉还是有一些新鲜感，但是呢又有一些怀旧的感觉因为毕竟来讲呢，很早以前曾经在这边，当然并不是这个区，而是在伦敦的某个地方生活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就想满世界的去闯一闯，就觉得英文很重要。当时呢就到伦敦有一个语言学校去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英文的水平呢并不怎么样，但是呢也可以够用可以旅行一下，到处走走这样子。对英国的房子呢，你看都比较低调，因为处于北方，会下雪的季节，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屋顶都是那种斜坡顶。就这样的坡顶呢，主要还是为了融雪比较容易我的理解应该就是这样子。
这些房子呢也比较朴素，基本上呢就是那种棕色的砖或者红砖做的外墙，也没有任何的涂料。但是这些房子呢，据说啊，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呢，就延续好几百年啊，就这种款式就基本定型了。虽然不同的时代呢会有一些稍稍的改动，但是这个也反映了英国的一种文化气质，或者是他们的品味啊，还是比较内敛，还是比较内秀，并不讲究太多的花里胡哨的东西。所以能够在这样的街道走一走，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啊。昨天呢，朋友开车到车站来接我，不但去了他的餐馆吃饭，也开着车呢转了一下高速公路等等啊，算是帮助我了解一些情况。那因为呢，我在中国开车，在加拿大开车，包括在美国开车，它这个行驶的方向跟英国是相反的，但英国跟香港是一样的。我没有开过这个右胎的车，就这个方向盘在右边的车呢，我是没有开过的。虽然我很想体验一下啊，但是看到这个路上的车跑得很快，而且这些交通规则呢也不熟，所以我心想着也不要随意去挑战啊，看看有没有机会稍微尝试一下就好。但是呢，并没有想要把它作为一个出行的方式，所以可能呢会麻烦我的朋友啊，这几天呢他会开着车送我到各个地方去转一转。我现在呢是在一个路口，你看啊，这就是普通的英国街道的路口，完全像一个乡村一样。大家还是非常遵守的交通的这个秩序啊。你看啊，前面呢就可以去到 Seven Oaks Town Center。我看了一下地图和根据我朋友跟我讲的，就这边呢，如果要去到我昨天下车的 Seven Oaks Station， 相信呢也是离它的 Town Center 比较近的地方呢，大概要走路35分钟左右。如果要走路呢，稍稍有点远啊。现在我所处的呢是一个巴士站，巴士站呢还是比较简陋啊，但是我相信呢这边坐巴士人是比较少的，车也不会很多啊，一般呢都是自己开车会比较多。而对面呢就是你看啊，砌着白色涂料的这种房子啊，那我相信这房子可能是新建的吧，就那种棕色瓦片的顶，下面呢是白色的墙，2层，但是它应该有个阁楼啊，大概是这样的这种款式，一栋栋还是蛮独立，还是蛮好看的一种房子，但是呢又非常的低调，应该是比较实用吧。这一路呢过去啊是一个下坡道，边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大树，这些树应该都是有些年头了。
出来的时候忘了戴手套啊。今天这边的气温应该是在0度、-1度这样子上下。整体看呢，伦敦呢，因为我以前也住过，那温哥华这个城市呢，我也住过，感觉这两个城市啊，在气候上面是有点像。基本上来讲啊，都处于一个差不多的纬度吧。所以呢，冬天的时候呢，都是夜长日短，到了下午4点多钟呢，天就暗了。而且呢，也都是阴晴不定啊。你想每天都是播报多云、晴天，但实际上昨天晚上呢，回来的路上就下了雨。而且雨还挺大，但是这边的雨呢不会下很长时间啊，所以很多人呢出门的时候啊，就喜欢被那些小雨淋着，因为一会儿可能就停了。而且这边呢天一晴啊，气温相对会低一些。现在呢应该是一个出太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你看这个边上那些房子，看看左边这些房子，我相信这些房子呢都是一些老款式了啊，但到底老到什么时候呢就不好说。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房子都进行了一些内部外部的改造，尤其是内部的一些改造啊，像我朋友家里面都全部翻新过，感觉呢很现代啊，外面很古老，里面呢非常的现代，这样的一种结合，我觉得也是非常完美的一种组合。这边很多的房子呢，都是以独立房啊，还有呢就是双拼这种别墅类的房子为主。自己门前呢都会有一个停车的区域啊，但是呢，我看这个房子因为建在一个坡上，这个坡还挺大，我在想着这样的坡啊，下雪天结冰的时候啊，停车是一个麻烦事。一般呢也会有一个车库，所以房子呢还是比较紧凑型的，并没有那么的看上去啊面积那么大。但是呢，它周围啊，你看啊，全部都是在绿树包围之中。没走几步呢，我现在就来到了一片应该他们散步的好去处啊，一片森林。到这个森林里边呢，稍微去走走。一样啊，首先欢迎我的这个小松鼠，蹭就跑到树上去了，铺满着落叶。我们来看看啊，外面呢就是马路了，对面呢就是我刚刚走过来这条街，非常安静。这边呢就是一个森林公园，铺满着这些树叶啊，基本上是一个没人打理的状态，显得非常的原生态啊。但是呢，我很喜欢这种原生态的森林。朋友刚才跟我说，想要带我去走走，应该这个附近还有更有风光的地方可以去散步。我就觉得这种地方啊，你看这个小路啊，天气还可以的时候，非常适合以这种山地自行车。人生呢，就是这种
处于不断的转换之中啊。昨天还在温哥华，前几天还在跟大家分享温哥华的种种所见所闻啊。一转眼呢，过了一个晚上，现在已经来到了另外一头了啊，处于欧洲的地方，在英国的伦敦这片土地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初来乍到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眼前看到一些景色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跟大家一样啊，一边散步呢，就到处走走而已。就在这样的一个森林边上的一个居民区吧，随意的走走。就当是我在伦敦啊，这个接近1个礼拜的旋风式的访问吧，应该是第一天的分享。冬天的这个太阳光照在脸上还是非常的温暖啊，但我看这个路上啊，已经稍稍有一些结冰了。基本上呢都是一些居民区，但是呢这边有个 Trinity School， 我相信呢就是一个中学吧。看到有孩子们背着书包在路上走。这边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森林中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森林边的一个城市吧，也可以说呢，像乡村一样的城市，或者就是城市中的一片乡村，就感觉是一种休养生息的地方啊。这边呢，我也注意到啊，大家开的车跟北美的车还是有些区别。当然，各种品牌呀都差不多，但这边的车呢，一般会比较小心化一些啊。看来这边的用于停车的地方呢，可能没有北美那么多。也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税费方面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个油价啊，就是你这个油价，如果说太高的话呢，大家应该会选择更经济的小型的汽车出行。你看这个左手边的这些房子啊，就有点感觉像一种集合住宅了，应该并不是一家人家，一个门洞进去应该有好几家人吧，要不就是类似于这种联排的房子了，相对啊更紧凑一些。
专门看到有一个小牌子写的叫 footpath， 就是走路的小道啊。那我就到里面去探寻一下啊，甚至那些步行的小道，再进到森林里面去啊，应该就是我刚刚走过的这片森林的外围吧。我相信呢，每天有很多人，只要天气还行，就应该会在这些步道上面来回的走动，牵着他们的狗，一般都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其实这个小道的两边呢，都是一些居民的房子，就中间呢留出了一个大家可以步行、可以通过的这么一条小道。我也不知道去到哪里，也不知道走的对不对了，但是应该就在附近吧。前面又有个小松鼠。还有飞鸟，根据我的感受啊，东西方文化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啊，但是有一条呢，我就感觉东方人、亚洲的这边老百姓啊，他们更希望能够生活在城市啊，就是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但是西式这个文化呢，他们对于城市，他们只是觉得可能是他们工作需要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的生活呢，更多的是愿意返回到一个乡村地带。这种文化应该很多年都没有变过，所以这跟我们这些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看到一个学生啊，也穿着西式的服装，打着领带啊，背着书包，走一条径道。这边呢有很多台阶啊，
还是可以走得出来的啊。但走到这边呢，我就觉得我可能已经走偏了，不知道去到哪里了。对面呢还有一条小河啊，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啊，还是比较醒目的。现在我走过马路啊，这是我刚刚看到的这个小河边啊，有一片碧绿的草地，相信这边也是很多人到这边来休息。你看一些木凳，对面呢还是有一个希望教会 Hope Church， 这想必呢是一个小趟了啊。既然来了，我们也去走走吧。可以看到这些类似田园风光一样的景致啊。你看啊，左前方的这些房子呢，又有与众不同了。一个是它的颜色啊比较深啊，下面呢是砖，上面实际上都是一些木片铺成的外墙，整个感觉呢稍稍的啊就有些暗。而右前方的这些呢，白色的墙壁啊显得就比较明亮一些。你看这座房子啊，就应该不像是一家人的，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那么大，房顶上呢停满着鸽子。我相信呢，这些都是普通的英国居民的民宅。我说的普通居民，就是一般收入老百姓的这种感觉吧。因为我从这些房子，还有就是门口停的车，大致是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啊。但是呢，可以感觉大家都是安居乐业，看上去还是过得比较安闲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刚刚看到开车过来的两位女士啊，都年纪非常大了。现在又走进了一个公园啊，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私人的地方还是公共的场所，也不知道有没有路可以走回去呢。看来我已经走过头了。看来我已经走错路了啊！但是呢，反正也是散步啊，就随便走走就好，顺便也可以多看看这个边上的一些老百姓的生活状态，觉得也不错。这边有一条小道啊，看看能不能走回去。这边呢，就像一个公园啊，像一个社区公园了。哇，这一大片的草坪。
走了一大圈了，还是有一种好像在乡村里面漫步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马路上时不时飞驰而过的车呢，真的就会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农村地带，就来到了一片田园基本上呢，这里的这种居民区还是延续着西方这种传统就是它会建在一处森林边上，散落在一个绿色之中它会留出很多的绿地，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社区的中心，基本上就是人和自然尽量的做到融洽。好，我转了大圈呢，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对面这条马路呢就是今天呢是我到伦敦确切说是伦敦边上的肯特郡一个朋友家的第一个早上，天气不错虽然气温呢是在0度之间，但还是走了一圈半个多小时了吧。
非常喜欢这种居民小区的氛围啊。那好吧，我要回到朋友家吃早餐了。我们随后的见闻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